姐妹们，我是广州相亲会的红娘凤姐。今天我得好好跟你们唠唠这相亲场上那些让人头疼的事。全天下相亲男人一定要看看，相亲的时候一定要可劲挑，才能找到最好的这想法，可把咱这相亲的水搅得更浑了。咱大龄剩女在这相亲的浪潮里本就不容易，再被这种观念一误导，那可真是乱了套。小轩，这姑娘33岁，在一家企业做会计。小轩长得挺清秀，眼睛里透着古文静劲儿，平时总是穿着简约的职业装，做事一板一眼，很是认真。她性格比较内敛，在感情方面一直没什么经验，就想着通过相亲能找到个合适的人。男方呢叫子轩，35岁，在一家广告公司做策划。他这人有点自命不凡，总觉得自己条件不错，在相亲时就带着一种审视的态度，想着一定要挑到最好的。两人经我这红娘牵线，约在一家咖啡馆相亲。小轩特意提前到了，还选了个安静的角落位置，点了一杯拿铁，静静地等待着。子轩呢，慢悠悠地晃进来，穿着一身有点浮夸的休闲装，还戴着个时尚的帽子，看起来像是来走秀的。子轩看到小轩，上下打量了一番，然后才不紧不慢地坐下，说：“你就是小轩啊，看着还挺文静的。”小轩有点不自在地笑了笑，说：“你好，子轩，很高兴见到你。”子轩接着说：“我听说你是会计，那工作是不是很枯燥啊？每天就对着那些数字算账。”小轩耐心地解释道：“也还好，其实每一笔账目都有它的意义，处理好也很有成就感。你在广告公司做策划，肯定很有创意吧？”子轩得意地说：“那是，我做的策划案那都是很出彩的，跟那些普通的可不一样。”聊了几句后，子轩开始问一些比较犀利的问题。小轩，你这么大年纪了还没结婚，是不是之前有过什么感情挫折啊？小轩脸一红说：“没有，就是一直没遇到合适的人。”子轩却不依不饶地说：“你这要求也不能太高了，都这岁数了，得实际点。”小轩听了心里很不舒服，但还是忍着没发作。这时候子轩的手机响了，他看了一眼，直接就在小轩面前接起电话，大声地聊起来，完全不顾及小轩的感受。小轩坐在对面，尴尬地喝着咖啡，心里对这个男人的印象已经大打折扣。等子轩挂了电话，小轩说：“子轩，我觉得相亲的时候还是应该互相尊重一下，你这样接电话有点不太礼貌。”子轩却满不在乎地说：“这有什么，都是些小事。对了，你平时有什么爱好吗？会不会做饭啊？我可不想以后找个连饭都不会做的老婆。”小轩有点生气地说：“我会做一些简单的饭菜，但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也不只是为了做饭。”子轩哼了一声说：“你这想法可不对，生活就是柴米油盐，这些基础的东西都搞不定，还谈什么感情？而且我跟你说，我在相亲这事儿上可是很挑的，我得找个各方面都优秀的，身材要好，性格要温柔，还得有自己的事业，不能整天就围着男人转。”小轩终于忍不住了，他提高声音说：“子轩，你这样挑来挑去，真的能找到你所谓的最好的吗？你把相亲当成什么了？是在菜市场买菜吗？只挑最新鲜的。”子轩也不甘示弱，他反驳道：“小轩，你不懂，这是一辈子的大事，当然要慎重。我可不想随便将就。”小轩愤怒地说：“你这不是慎重，是不尊重人。你从一进来就对我指指点点，还在我面前接电话，问一些很冒犯的问题。你以为你自己有多了不起？你这样的态度，再好的人也不会想和你在一起。”子轩被小轩说得有点恼羞成怒，他站起来说：“小轩，你这脾气可不小啊，我看你也不怎么样，还说我。这相亲就此为止吧，我可不想浪费时间在你身上。”小轩也站起来说：“好啊，我也不想再和你这种人多说一句话。”就这样，
这次相亲以失败告终。小轩回到家后，心里很委屈，他觉得自己在相亲时已经很礼貌、很包容了，可还是被这样对待。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不适合相亲，是不是自己真的有那么多不足。而子轩呢，他觉得自己没做错什么，他就是要坚持自己的标准，一定要挑到最好的。他继续参加各种相亲活动，每次都是带着那种高高在上的态度。有一次他又去相亲，遇到了一个叫思涵的姑娘。思涵32岁，是个舞蹈老师，长得很漂亮，气质也很好。子轩一见到思涵，眼睛就亮了，心想这次可能遇到个不错的。可是在聊天过程中，子轩还是老样子，不停地问一些很苛刻的问题，比如思涵的收入怎么样，家庭背景如何，会不会因为跳舞而忽略家庭等等。思涵一开始还很耐心地回答，后来也被他问得不耐烦了。思涵说，子轩，你这样问问题，让我感觉自己像是在接受面试，而不是在相亲。你不觉得你太功利了吗？子轩却振振有词地说，我这是为了我们的未来考虑，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因素。思涵冷笑着说，你所谓的未来就是这些物质和条件吗？那你可能永远也找不到你想要的。子轩又和思涵吵了起来，这次相亲自然也是没了下文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子轩发现自己相了很多次亲，可每次都没有结果。他开始有点着急了，他发现那些他觉得不错的姑娘都因为他的态度而拒绝了他。他开始反思自己的相亲方式，是不是真的太挑了，是不是应该改变一下自己的态度。而小轩呢，他调整了自己的心态，不再那么在意相亲时别人的看法。他在一次朋友聚会上认识了一个叫明辉的男人。明辉34岁，是个工程师，他性格温和，很有绅士风度。两人在聚会上聊得很投机，后来开始单独约会。明辉在和小轩相处时，总是很尊重他的感受，会关心他的工作和生活，也不会刻意去挑剔他的不足。小轩在明辉身边感受到了被尊重和被爱，他的脸上也渐渐有了笑容。可是他们的感情也不是一帆风顺的。明辉的工作有时候会很忙，经常加班，小轩有时候会觉得有点孤单。而且明辉的家庭条件不是很好，他还有个生病的母亲需要照顾，这也给他们的未来带来了一些压力。小轩的父母知道后有点担心，他们对小轩说，小轩，你要考虑清楚，和明辉在一起以后可能会很辛苦，你都这么大年纪了，不能再走弯路了。小轩陷入了两难的境地，他一方面不想放弃明辉，另一方面又不想让父母担心。姐妹们，咱从小轩和子轩的经历里能看出啥问题呢？咱大龄剩女在相亲的时候，不能像子轩那样盲目的挑，只注重外在的条件和自己的感受，而忽略了对他人的尊重和感情的培养。但同时，在遇到合适的人时，也会面临一些现实的压力和挑战，需要我们去权衡和抉择。不然，这相亲路上的坎坷和困惑，可能就会让我们在剩女的队伍里越陷越深，还在不断的纠结和成长中度过一个个难熬的日子。